朋友們，就在幾天前，在北京舉行了第2屆機器人半程馬拉松賽，全世界媒體都做了大量報道，德國主流媒體也不例外，甚至類似於中國央視的德國電視1台，在黃金時間對此也做了報道。這是少有的實際報道，沒有加入意識形態調料的德語新聞，說明中國的科技發展在世界上絕對達到了舉足輕重地位。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更稱，在機器人的比賽中，中國已經領先。好的，朋友們，我今天才抽出時間與各位分享一篇德國《時代報》的報道，有點晚了，很抱歉。北京半程馬拉松，人形機器人首次超越人類世界紀錄。在北京舉辦的半程馬拉松賽事中，人形機器人第2次參賽，這一次他們不僅刷新了自身最好成績，還首次超越了人類選手的紀錄。咱們看配圖，最快的人形機器人跑完半程僅用時50分26秒。據中國官方電視台報道，在北京這場人類與機器人同場競技的半程馬拉松比賽中，人形機器人首次先於人類選手衝過終點線。冠軍由智能手機製造商榮耀團隊研發的自主控制機器人閃電奪得，他以50分26秒的成績完賽。目前男子半程馬拉松21公里的官方世界紀錄為57分20秒。另一台遙控版閃電機器人雖在途中摔倒，但仍以48分19秒率先抵達終點。不過根據規則，遙控機器人需額外加時，其成績最終被修正為57分鐘，因此被取消冠軍資格。與去年相比，機器人的最好成績大幅提升近2小時。2025年，成績最佳的機器人跑完半程需要2小時40分42秒。去年比賽中，機器人摔倒情況更為頻繁。今年雖仍有機器人多次摔倒，並需更換，但整體步態明顯更流暢。參賽隊伍從約20支增至超100支。咱們又看這個配圖說明，一名人形機器人在北京半程馬拉松比賽中摔倒後，工作人員對其進行檢修照料。賽事旨在提升公眾對機器人的接受度。機器人與人類在平行但相互隔離的賽道上奔跑，以避免碰撞。眾多觀眾現場觀賽，賽場上既有高度先進、造型極具未來感的機型，也有結構相對簡單的機器人。該賽事旨在向大眾普及人形機器人技術，推動行業創新。據官方數據，截至2025年底，中國在機器人及具身智能領域的投資折合歐元約94億歐元。中國方面表示，其研發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目前尚不清楚擅長長距離奔跑的機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何種實際幫助，但慕尼黑工業大學的羅倫佐·馬西亞教授認為，這類運動表現是對機器人極為重要的壓力測試。這位慕尼黑機器人與機器智能研究所所長表示，完成21公里的距離不僅需要高效的移動能力，還考驗機器人的穩定性、能源管理、熱穩定性以及長時間可靠的感知與控制系統。要實現這一點，研發人員必須攻克電池性能、驅動電機耐久性、實時控制與容錯能力等核心瓶頸。好的，朋友們，報道就那麼多。接下來咱們看網友評論。這些評論呢是按照關注度的多寡來翻譯。咱們看第一條，這些機器人本來就沒有和人類參加同一場比賽，他們只是換了個時間，跑了同一段路線。我孫子就有一輛遙控汽車，那玩意兒也能在40分鐘內跑完半程馬拉松。好，繼續往下。機器人贏半程馬拉松，這事大概就跟計算器在心算比賽中贏了一樣，沒什麼可驚訝的。真讓我佩服的話，得是他在路上短暫停一下，抄個近道，再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北京地鐵。萬一出事，還能編個像樣的借口。到那一步，他才算是從單純高效跨進了真正像人的階段。好的，再往下。幾千年來，中國一直處於文明和技術的頂端，中間只是短暫停了一下，現在他們又回到了那個位置，這一點必須不帶嫉妒地承認。
而且這一次，他們大概不會再讓歐洲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佔他們便宜了。我們最好盡量爭取把中國變成朋友。至於西邊那些現在徹底發瘋的鄉巴佬，長期看可以直接算了。下一則，這是戰鬥機器人的前一步，中國肯定會是第一個擁有一個戰鬥機器人軍隊的國家。繼續往下，終於來了，現在我們可以把我的機器人送去健身房，我自己躺在沙發上偷懶了。好的，再往下，這應該是個警告信號。現在是時候把機器人排除出體育比賽了，還要強制做 DNA 檢測，免得有人形機器人偷偷參賽。好，咱們看這位網友，他們肯定是嗑藥了。繼續往下了，看看機器人領域這種飛快的發展，再加上 AI、無人機、網絡戰這些東西，離終結者已經不遠了。再往下，與此同時，舉重項目的金牌就該頒給叉車了，我真是服了。咱們看下一個評論，看看未來吧。我們這邊還在開燒油的 F1 賽車，中國那邊已經讓機器人跑馬拉松了，到底誰才更有面向未來的眼光？繼續往下，很多觀眾觀看了這場比賽，參賽的不僅有高度發達、很有未來感的機器人款式，也有明顯簡單得多的機械構造。那麼觀眾裡面有沒有機器人呢？這位網友諷刺地說，機器比人快，真是個大新聞呢。看下一則，這是為了什麼？再往下，這個德國人自嘲地說，如果中國人真想把他們的電動運動員練到完美，那就該去德國城市裡訓練，因為那裡有坑坑洼洼的路、施工現場、離譜的路標、各種障礙、滑板車、狗屎等等等等，這些才是真正的挑戰。下則，我覺得這事挺沒意思的。汽車本來就比人快，所以這根本算不上什麼新聞。你真要厲害，就讓機器人去幹點有用的活，比如在花園裡耕地、除草，或者晾衣服、削土豆、下樓倒垃圾等。再往下，我已經開始期待各種體育比賽裡的機器人聯賽了。下則，那軍方肯定高興壞了，不然這東西還能有什麼別的用途？再往下，論壇裡的評論反映出一種典型的歐洲式對技術和科學的懷疑，所以我們越來越掉隊也就不奇怪了。3年前，有的人說連走路都不會，然後就問搞這個幹嘛？2年前，機器人會後空翻，然後有的人說搞這個幹嘛？1年前，機器人比賽跑步了，有的人還是說還是太慢，搞這個幹嘛？今年呢，機器人會跳舞和武術了，但是有的人還是問搞這個幹嘛？還有機器人會拳擊，有的人說搞這個幹嘛？機器人會棍術對打，有的人說搞這個幹嘛？機器人會跑酷，我們不需要會耍雜技的機器人。機器人會做家務，有的人說太慢了，搞這個幹嘛？現在機器人跑得比人還快，還是有人問搞這個幹嘛？看下一則，我很羨慕那些將來能親眼看到機器人和 AI 接手工作，讓人類有時間真正生活的人。前提只是必須對那些富人和超級富人採取措施，因為他們不會願意讓其餘人類享受到這樣的進步，還會出於嫉妒和惡意去濫用這些技術成果。繼續往下，作為社會，我們到底期待這種發展帶來什麼？如果工作沒了，我們有什麼計劃？這些才是真正該回答的問題，而不是去爭論機器跑得比人快這件事到底是不是合理。再往下，這是給成年人玩的玩具，用來逃避殘酷現實。看下條評論，真不錯，跟波士頓那些機器狗配一塊兒，這就是給那些徹底失控的程序錯誤準備的機動觸突隊。而有些人還狂妄地把這些東西叫做 AI， 還把它們捧上天。最後走的人記得把燈關掉，別到時候連這些小玩意兒的電都不夠了。繼續往下，
新技術往往都會被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火藥和原子彈確實也把我們帶得很遠了，所以也別一上來就把一切看得那麼負面。不過這些機器人要發展到能端着槍開火，還得再過一陣子。當然，中國肯定想發展這種機器人，這樣一來，等到要執行像中國軍隊當年武力鎮壓北京之春，也就是1989年民主運動、建天安門事件這樣的措施時，就終於不用再靠那些有良心的人類了。以後這些事就交給機器人去做。等到這些機器人跑得比你還快的時候，人們是不是還會這麼興奮？再往下，太好了，那我以後就不用自己跑來跑去了。看下一則，現在我們是要為類人機器人的成績歡呼了嗎？他們現在比真人更快了，可汽車還更快，飛機又比汽車更快。我本來還可以把火箭也搬出來，不過算了，我是真不知道這到底圖些什麼。它是給大男孩玩的玩具，還是將來會進入家庭毫無情感的未來幫手，而且大概只供有錢人使用？又或者真有不少人期待像星球大戰、機械戰警、我機器人那樣到處都站着跑着這種類人機器人？繼續往下，機器人有一個優勢，像奔跑或者其他連續性的動作任務可以由內部計算機控制，而每當需要規劃複雜的新動作時，這項任務就可以由外部的數據中心來完成。也就是說，大腦的一部分在內部，另一部分在外部。再往下，人類運動是為了保持健康，有人跑馬拉松，也有人跑半馬。那機器人跑步是為了什麼？繼續往下，我已經能看到新聞標題了：堅持技術開放的德國燃油機器人正在崛起。繼續往下，有幾個問題：德國或歐盟誰是市場領導者？有哪些德國科研機構參與其中？還是說根本沒有？這在德國是不是一個重點集群方向？預算正在增長，或者至少略有增長？要跑完21公里的距離，不光需要高效運動能力，還需要耐久性、能源管理、熱穩定性，以及長時間可靠的感知和控制。要做到這一點，開發者就必須解決幾個核心瓶頸，比如電池性能、動力驅動單元的耐用性、實時控制和容錯能力，或者乾脆再造點新的德國汽油發動機。我們再往下，對我來說，這件事既讓人着迷，也讓人害怕。我也會想到《終結者》系列電影，那個 T800 看起來已經不算遙遠了。下一則，補充一句，類人機器人在一個由人類為人類打造的環境裡，其實非常有意義，而且理由還不止一個。我們整個建成環境，無論樓梯、門、開關、工具還是車輛，都是按照人的身體形態和動作模式設計的。類人機器人可以直接使用這種環境，而不需要我們先去改造環境。相反，專用機器人，比如機械臂或者掃地機器人，往往會卡在門把手、電燈開關、梯子這類日常障礙上。人類使用的工具也是按手設計的，比如錘子、螺絲刀、掃帚、木勺。類人機器人可以直接操作這些工具，馬上就能用，不需要重新開發。這比為了每一項任務都單獨造一種機器人要高效得多。而研究也表明，對人類來說，和一個長得像人的機器人互動，會比和一個抽象的機器人互動更舒服。表情、手勢和身體姿態都是可以直觀理解的。好的，繼續往下。但願這些東西不會被用到戰爭裡。這樣一來，我們面對的就不只是無人機戰爭了，還會有機器人戰爭。人類完全有能力在極短時間內把自己毀掉。明明按巴黎的決定，我們該去拯救自己的生存基礎，結果卻是每個國家都把大量金錢砸進軍隊，繼續打仗。對烏克蘭的進攻，就是一個帶有病態自戀的瘋子單方面做出的決定。再往下看，幾十年來，機器人都只會優雅的摔跤，現在突然一下子就進步得飛快。下一條評論，那以後是他們來送披薩嗎？
繼續往下，就在不久前，這裡的評論區還有人興致勃勃地嘲笑那台類人機器人的笨拙。比如說這個鏈接，順便再貼一個油管視頻的鏈接，它同樣很震撼地展示了中國類人機器人進步得有多快。與此同時，也不能不擔心，這裡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未來工業領域，而歐洲能不能跟上，現在根本說不清。再往下，這個機器人訓練時在新綠2區待了多久？好的，再往下，這可不是什麼讓人高興的消息啊，它會讓我想到這些東西總有一天可能會被用來追捕人類，當然前提是得有相應的程序設定，就像我們從《終結者》裡學到的那樣。再往下，可惜輪子還沒被發明出來呀，不然速度會快得多。不過中國人正在研究這個，他們現在已經做到5邊形了，再磨一磨，大概就搞出來了。繼續往下，我是真的不明白，這裡有些人到底往這件事裡腦補了些什麼？什麼才算有意義？首先，這就是一次技術展示，用來證明這項技術現在已經進步到了什麼程度。把這件事做出來，在技術上是極其複雜的。光是從去年到今年的提升幅度就已經非常驚人了。明年他們会跑進45分鐘以內，甚至30分鐘也不是沒可能。而且動作協調性還會越來越絲滑。再過10到15年，你會到處看到這種東西，穩得跟教堂裡一定會說阿門一樣。他們會去跑腿，去送貨，去做一些簡單協助和裝配工作。再往後就會進入更複雜的機制，比如手工類工作。再往下，我的車早就跑得比人快了，所以呢，看下條評論，如果他現在再學會開槍，那他就具備打仗能力了。繼續往下，哇，真厲害！我有一台計算機，算472.87乘以2649.65，也比人快，真是奇蹟！終結者要來了。再往下，很快他們就會变成士兵和警察了，這還能出什麼問題呢？下一則，這麼說，他們已經快到可以在我廚房裡跑來跑去，再把烤香腸端上桌了，這挺酷的。再往下，這裡大多數人似乎根本沒明白，正在朝我們走來的到底是什麼。給這些機器人裝上武器吧，他們能跑得更快，跑得更久，不需要睡覺，不需要吃飯，也沒有家人。寡頭們完全可以把他們買來當安保力量。有了 AI， 就不再需要人類安保了，或者只需極少數。至於道德嘛，如果有人真以為一堆 MAGA 人物、自由意志主義回潮和民族種族觀念回潮的環境下，這種技術只會按現行法律被使用。如果這樣的話，那就繼續做夢吧。好了，朋友們，就到這裡。通過以上一些評論，大家大概可以總結出來，約有一半的評論對人形機器人嗤之以鼻，認為機器人能跑步沒什麼了不起的，還有汽車還有飛機更快呢。還有的人擔心機器人被濫用，比如用於戰爭。真正肯定本次機器人半程馬拉松比賽的為數不多，能理解其中含義的就更少了。這是否對應了德國及歐洲在 AI 及機器人發展方面被中美兩國遠遠甩在後面的殘酷現實呢？